因为自己没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，叶晨心中很懂那种想读书却没有机会的感受，所以他才希望能够帮助薛诗雨继续读下去，一直读到薛诗雨自己都不愿意读书为止。薛诗雨心中对叶晨感激无比，便感恩戴德地说道：叶先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完成学业，不让您失望的。叶晨认真道：你不用在意我的感受，只要别让你自己失望就好。我明白。薛诗雨重重点了点头。叶晨开口问他，既然打算回去上学，那你接下来也就不用留在港岛了吧？是，薛诗雨道，我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注册的流程，然后再去之前把签证更新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叶晨点了点头，又问他，你在东京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？薛诗雨忙道，我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经济学研究科。叶晨惊讶地说道，经济学啊，那得多结合实践，不能只是埋头苦学。薛诗雨点点头，如果不是家里出事，本来是打算找一家公司实习的。叶晨笑道，那正好，眼下就有个实习的好机会。说完，叶晨指着洪元山开口道，这位洪先生你也看到了，一看就是读书不多的草莽出身，现在那位杨先生要把公司卖给他，我怕他经营不好，你在开学前这段时间，不如先帮他管理一下公司。洪元山一听这话，连忙点头说道，叶先生说的太对了，在下就是书读得太少，吃了没有文化的亏，否则也不会沦落到要当一个古惑仔。薛诗雨却很是没底气地说道，叶先生，您要给我一个实习生的职位，我或许还能胜任，可是你让我帮着洪先生管理公司，我怕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，如果只会纸上谈兵的话，我怕给公司带来损失。叶晨随意地摆摆手，那你完全不用担心，更不要有心理负担，这对洪先生来说不过就是1万块钱买下的公司，就算把它玩砸了又能怎样？最多也就是这1万块钱打了水漂而已，所以你就正常拿来练手，不需要有什么压力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更何况我也不是让你完全负责，只是帮助洪先生完成接手过渡，顺便再帮他梳理一下管理流程。杨天生听到这里简直心如刀绞，这公司虽然是要1万港币卖给洪元山，但这公司实际的市值可是20多亿啊！就这么拿给一个本科刚毕业的女孩子练手，这姓叶的看来是真心不把钱放在眼里。洪元山这时候也顺着叶晨的话，笑着对薛诗雨说道，薛小姐，叶先生说得很对，我这个老头子书读得不多，而且又是草莽出身，管理企业可以说一窍不通，还得薛小姐您这样的高材生多多帮忙。薛诗雨犹豫片刻，便点头说道，叶先生，那我尽力而为。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对洪元山道，行了，洪先生，你跟杨先生还有合同要签，就赶紧去忙正事吧。洪元山连忙鞠躬道，叶先生，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了。说罢，他一把将杨天生拉起来，丢给身后的小弟，命令道，给我看住他，稍后出去的时候别让他乱说话。遵命，门主。小弟毕恭毕敬地应了一句，随后2个人便一左一右将杨天生架起来，带出了刘家辉的办公室。叶晨这时候又对薛诗雨以及另一个女孩说道，你们也回去吧，记住今天你们看到听到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薛诗雨连连点头，而一旁另一个女孩子也点头如捣蒜一般。薛诗雨被叶晨救过2次，自然不会把叶晨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而与他一起被带来的另一个女孩也因为对叶晨充满忌惮，而打心里不敢得罪叶晨分毫。2个女孩离开之后，
刘家辉心里也不免感慨，杨天生今天本是想给我介绍2个年轻的新人，确实也算是够意思，可没想到只是上来一趟就把自己的公司丢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又忍不住在心中感叹，叶晨昨天把万隆店店主万破军都叫到了兰桂坊，本可以完全碾压洪元山，但最后却网开一面，放了洪元山一马。原来真正的用意在这里。洪元山鬼门关门口走一遭回来之后，对叶晨不仅绝对敬畏，更重要的是已经变得100%听话，把这么一个人留在港岛，留在洪门，几乎瞬间就让叶晨在港岛有了庞大的根基。再想到杨天生，他心中更是唏嘘，天生这家伙也真的是有眼无珠，今天竟然主动送上门，直接当了叶晨练兵的对象。看来今后若是还想留在港岛，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。叶晨见刘家辉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，似乎脑子里在想事情，便笑着问道，刘先生在想什么，这么入神？刘家辉回过神来，忙道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叶先生留下洪元山这步棋走得实在是太妙了，只这一步就盘活了您在整个港岛的局面。叶晨笑着摇了摇头，刘先生有些过度解读了，说实话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在港岛下棋布局的念头，留洪元山不过就是留条时刻能咬钟云秋的狗，以此来确保万隆店可以准时拿到钟云秋提供的经费。至于今天的事，更是我始料未及的，我哪能想到那个杨天生竟然会来你的办公室，我一直以为以刘先生的人品，应该不屑与这种人为伍呢。刘家辉慌忙摆手道，叶先生误会了，我跟杨天生本身就没什么交情。叶晨笑道，这些就不提了。说着，叶晨问他，刘先生知道我为什么把杨天生的娱乐公司交给洪元山去打理吗？刘家辉摇了摇头，下意识地问道，叶先生应该是觉得他比较可控。叶晨笑道，谈不上，我只是单纯的看不上娱乐圈那点破烂罢了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就杨天生那点业务和里面的八卦，我以前被动的也有所耳闻，无非就是一堆不堪入目的蝇营狗苟，真把他的企业放在我叶晨名下，等于把一个青楼女子纳为小妾，我叶晨还真丢不起那个人。我宁愿跟洪元山这种古惑仔挨得近一切，也不愿意跟娱乐圈大多数表里不一的明星有什么接触，而且在我看来，那些有钱了之后就立刻把目光和手脚伸向娱乐圈，整日跟异性明星混在一起的富豪，格局大体都不太够用，真正的有钱人要懂得什么是洁身自好。说着，叶晨看着刘家辉笑道，真实的娱乐圈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刘先生应该比我更清楚。